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迈阿密上海观天下》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讲军事故事、军迷故事、军贸故事、军工回忆、中国反隐身雷达研发计时过程系列第一篇第12章巴铁南泥湾的中文课堂和二头地桥肚里。摘要：对中国而言，瓜达尔绝不是只是一座军港，它更是能源供给的重要节点和“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因此，大力发展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配合发展当地的经济，就成为建设规划者需要通盘考虑的事情。二头地桥肚里出身名门望族，毕业于西北工大。虽然还没有起中文名字，但是骨子里边的西北风格却是非常的强劲。他吼秦腔的功力不是一般的西北汉子可以比的。正文：中港在建设南泥湾的时候，并没有考虑网络的问题，因为当地基本也没有什么网络。但是我们将微波通信站搞好以后啊，网络就非常容易了。要知道，在2002年年底啊 ，WiFi 还只是一个概念，大家常用的还是拉网线。于是，在指挥部的安排下，中港派了一个电工班，协助我和小王给南泥湾拉网线。一共42栋楼，我们在每栋楼每个单元的1楼安装一个路由器，剩下的就是员工自己牵一根电话线，从路由器连接到自己的房间。后来我们只忙完了5、6栋房子，雷达组件就到了，我和小王就要去忙自己的正经任务，所以这一块就慢了下来。等到我们自己的房间有了信号，时间已经过去了2个星期了。事情多啊，来不及干，千头万绪都要我们自己干，反正是从零开始嘛。没有网络的时候，我们收发邮件都会去港建区办公室，但是如果晚上要上网，在南泥湾旁边也有一个地方，是一家商务公司，就是类似报关行一样的公司，他们是24小时营业。我们跑步的时候经常看到它亮着灯。有一天晚上，我们要复印一份说明书，留着第2天备用，我就试着过去看看。办公室里面大概有7、8个人在上班，里面有个女孩子很漂亮，叫做萨比哈。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非常非常友好，但是这个国家相对而言也是比较保守的，和伊拉克类似，女性很少出来工作。而且很有趣的事情啊，公司的前台通常都是男的。我们当时过去找复印机的时候，就是前台的乌拉姆接待了我们。乌拉姆倒是满口答应帮忙我们复印，但是他不会使用复印机，于是他就叫了萨比哈过来帮忙。萨比哈看上去很年轻，但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有多少岁，我也不敢问。但是肯定的是他还没有结婚，因为结婚的女性啊很少出来工作。这一方面啊，巴基斯坦女性跟伊拉克女性是差不多的，但是伊拉克女性通常用一种包头巾遮盖住全部的头发，你只能看到她的脸，甚至有些女性穿黑袍子的那些只露着眼睛。巴基斯坦女性有戴那种包头的，更多的只是随便戴一个纱巾在头上，也有干脆什么都不戴的，相对宽松。巴基斯坦也跟印度一样，有一些人有男有女，头上都会印有一个红点，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传统了。萨比哈是戴了一个粉色的包头，映衬着轮廓分明的五官，非常漂亮。也不只是我觉得她好看，小王也觉得她好看。英雄所见略同啊，所以我们经常晚上去报关公司，找各种借口套近乎。萨比哈的英文很不错，他说他在拉哈尔上的大学。在我的印象里边，拉哈尔好像是盛产地毯的地方，那个地方也出美女吗？实际上，巴基斯坦到处都是美女。当然，我跟小王的审美也有不同的地方，他是比较喜欢丰满的类型的，而我觉得还是苗条一些看着舒服。巴基斯坦女孩普遍比伊拉克的女孩胖，印度女孩也胖，她们的美是另外一种风情了。前面说过，巴基斯坦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国家，我们不能总是去人家公司里面搭讪泡妞。2个男人在一块儿，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怎么办呢？年纪轻又单身，火力旺，正在纠结与徘徊的时候，机会来了。中港集团要做一个港口物流信息系统，需要很多订单做测试，于是瓜达尔本地的贸易公司，包括报告公司都被动员了起来，萨比哈的公司也在其中。
他们公司为了更好的配合这个系统，当然也为了以后可以接到更多的订单，特意安排了4男2女，总共6个人来学习操作系统和中文。不知道通过什么关系，他们找到了苏瓦拉里将军，然后又不知道通过一番操作，将军就想起我来了，于是就让他的秘书找到了我。将军曾经帮过我去考过驾照，他的事情我当然不会推辞，但是白天要忙着设计，还有安装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杂七杂八的很多的准备工作，没有时间，所以我跟秘书建议，能否让他们来找我一下，商量一下时间。秘书同意了，结果下午他就带着乌拉姆出现了。我一看是乌拉姆，我想都没有想，马上就答应了，主要是为了萨比哈。不过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早上8点到晚上6点，我只能吃过晚饭之后去他们公司。好在他们也是包工公司，接的单子很多都是海外客户，平时晚上也有人在办公室上班，于是就这样定了下来。当天晚上我过去看看情况，再仔细商量一下计划。等到我和小汪出现在报关公司的时候啊，他们6个人已经等在了那边。看到了萨比哈，我心里甭提多高兴了。萨比哈旁边还站着一位女性，也是戴着包头，看起来应该有30-40岁了。萨比哈跟我们介绍，那个是他们的老板娘，叫做米丽娜。我跟小王商量，港口操作系统我们2个也不会，就请刘工联系指挥部派别人帮忙。中文我们2个分开，一个人讲1个晚上，这样也不算太累，也让学员们有新鲜感。老是看着一个人讲，那会有那个生理疲劳。巴基斯坦的女性，尤其是俾路支地区的女性，上身喜欢穿纱质的衣服，叫做那种纱丽，下身穿的像地毯一样毛料的那种毛料裙子。米丽娜和萨比哈的皮肤都非常白皙，跟在伊拉克看见的阿拉伯女人一样，不过她们不是阿拉伯人，是属于亚利安人，在印度算是上等人了。巴基斯坦的治安比印度好多了，也没有小偷，大部分伊斯兰国家都可以做到夜不闭户，因为小偷抓住会被剁手。最近几年啊，我经常听说有印度的强奸案、轮奸案如何，在巴基斯坦这种事情很难发生，因为在大街上很难看到女性，就算看到了，也是穿着非常正经的、非常保守的，不会太暴露。我一度以为巴基斯坦重男轻女，造成女性数量稀少，后来经过米丽娜大姐的指点，我才知道女性有专门自己的地方、自己的餐厅、自己的夜总会。咱们总觉得巴铁的女性受压抑，其实那是不了解实际情况。巴铁的女性一点都不压抑，她们在女性的圈子中自由潇洒，而且是乐在其中啊，因为她们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有安全感。也许我和小王还是太年轻了，因为他们的圈子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说是教中文，可是我们2个都是学电子专业的，不知道该怎么教。我们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外国人学中文的教程，但是在2002年年底啊，资料还是非常少的，不像现在网上一搜一大堆。于是呢，我们就挑选了一些日常最常用的词汇，编成了一个小册子，然后从拼音字母开始教。巴基斯坦人的发音根本没有儿化音，而且 P 和 B 不分， T 和 D 不分，平舌翘舌也不分。教他们中文啊，真的能累死一头牛。那个时候海外还没有那么多孔子学院，就靠我和小王，我们2个人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终于教会了2个词：你好和多少钱。想起来那西姆和李卫啊，不知道他们在中国留学的时候是怎么学的中文，怎么中文讲得那么溜呢？人和人不能比啊，怎么说一句话怎么说啊？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后来米丽娜大姐出主意，让我们用英文字母标注中文发音，然后她再自己修正，这个主意是非常好的。大家也开始入门了已经，再过了半个多月，大概能够掌握20多个单词。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白板上面写好5个单词，下面标注了发音和它们的英文含义。米丽娜大姐在最下面用乌尔都语再次标注发音和含义，也教他们一些特别简单的句子，比如我们的时差是4个小时，我会马上处理等等。毕竟我和小汪并非专门的中文老师，我们也有自己的任务在身。萨比哈虽然漂亮，但是也不能当饭吃啊。中文课程开了1个月之后，我们就跟米丽娜大姐商量，
把每天的课程改成每周2节。米琳娜大姐虽然明显有些失落，但是还是面带微笑地答应了。其实她也了解我们的难处，国内公司的驻外人员通常是没有周末休息概念的，平时加班加点也是家常便饭，大家都是一门心思，赶紧干完手里的活，然后早点回国。所以咱们的工作效率比欧美国家甚至本地公司的员工们都不知道要高出去多少倍了，就是没日没夜的干，除了吃喝拉撒就是干活。我和小王从心底里面都比较喜欢他们，巴基斯坦人都比较单纯，也比较友善。跟萨比哈混熟了，也听他介绍了不少当地的情况。巴基斯坦北面，也就是靠近阿富汗地区，情况比较混乱，南部地区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社会也比较安定。巴基斯坦跟印度本来是一个国家，后来给英国分治了，种姓制度在巴基斯坦古代曾经也存在过，但是后来阿拉伯统治时期给废除掉了。这点巴基斯坦比印度做得好多了。万恶的种姓制度真是泯灭人性极大的遏制了生产力。巴基斯坦人特别讲究荣誉感，不管是个人荣誉、家族荣誉还是国家荣誉。当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扩张的主力就是锡克人和巴基斯坦的普什图人。印巴克什米尔战争初期，印度的坦克装甲车冲上来的时候，巴基斯坦士兵就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死不投降，往往全军覆没的例子比比皆是。因为巴基斯坦人将忠诚视为荣誉的最高表现形式，在他们的眼里面，为了荣誉宁死不屈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全都不怕死的，太厉害了。想起来一个段子，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藏了快10年了，美国人扫荡阿富汗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本拉登。如果不是那个阿富汗的亚裔泄密也许本拉登还可能平静地生活下去。这件事情从侧面也印证了巴基斯坦人的忠诚，他们对朋友是讲忠诚的。我曾经不止一次的幻想过，巴基斯坦既然跟中国这么铁，是否能够并入中国呢？这个想法我也曾经跟江处长探讨过。江处长说，现在我们国家才刚刚崛起，多元文化还没有形成。你看那些美国大片，在全球各地都有被美国招募的本地人，在替 CIA、NSA 等机构效力。但是中国公司呢，就算走出去还没有实现全面的本地化，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道路漫长这需要继续努力。现实中，外籍人士加入中国国籍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2个国家的合并了。也许过100年之后，我们可以做到，到时候恐怕不只是巴铁了。全世界会有很多国家都会哭着喊着的要加入中国，就像过去波多黎各哭着喊着要加入美国联邦一样。你的国家就强大了，那种吸引力就是逼着人家吸着人家过来。我估计到时候南海附近的那个东盟一些国家会哭着喊着会加入，本来就是我们的藩邦，我们就是他们的宗主国。他们原来都属于那些蛮夷之地，我们都不稀罕。如果我们的老祖宗稀罕，早就变成我们的版图了，知道吧？正和像西安的时候，你看那些地方，我们就是宣扬国威然后呢立个碑，好了，完事了，我们走了。那个蛮夷之地我们不稀罕。言归正传港建区距离港区其实很近，因此有时候乌拉姆去港区办事也会顺便过来我们办公室聊天。后来我们厂里的设备到了，我和小万就搬过去场站附近的板房，只有上课的时候才能见到他们了。苏拉瓦底将军派了1个营的士兵过来，他们用的是新的编制，但是大部分都不是新兵，有的是从北方过来的，也有从卡拉奇过来的老兵。营长的名字叫做沙希德。驻港雷达场站呢，就是这个营来主要负责海事指挥，也负责一部分空中预警。有了李卫的经验，我就向苏拉瓦底将军建议，能否找一个懂中文的技术人员做徒弟，这样也方便以后他们自我运行和维护。一开始苏拉瓦底将军对这个事情兴趣不大，因为瓜达尔港的民用设施虽然由巴方负责，但是附近还有一个大型军港，这是咱们的，完全由咱们来运营。后来巴基斯坦政权更替频繁，一会儿政变，一会儿那个，一会儿这个，而我们国家的国际法人才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在2013年签订了一个协议，在瓜达尔港建设巴基斯坦第1个经济特区，同时把瓜达尔港租借给中国49年。
这是巴基斯坦最长的领土租借协议，和那个斯里兰卡的汉班托特港有一拼，是吧？汉班托特港租了99年，瓜达尔港租给我们49年，对巴基斯坦人来说非常不容易，从来没有过，绝无仅有的就是那么一个租借协议。当然，这个协议的租借区域虽然包括一部分的瓜达尔港的民用设施，但是最核心区还是军用区域，这里面的运作完全是由我们中国总参负责的。苏拉瓦底将军自己的想法，因此苏拉瓦底将军这么想，反正以后也都是你们的人来运营，现在就不用那么麻烦了。不过后来中港的人也好，中方其他公司的人也好，不断的跟他沟通解释，就是说民用的那一块始终都是要他们自己搞的，而且如果培训出来的人才，包括海事管理、物流管理、码头运营等等，都是巴基斯坦的人才，可以用在其他港口和城市。这么一说，苏拉瓦底将军就想通了，他想通了，事情就好办了，于是他就选派了一个人过来。苏拉瓦底将军的秘书带着乔杜里出现在我们临时的办公室的时候，我和小王正忙着与沙西的指挥八方士兵进行雷达安装。其实什么都不会的新兵反而更容易指挥，有些老兵他们在其他地方也操作过雷达，那么新的装备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按照他们的旧的习惯进行安装，有时候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也是错的，因为新的雷达型号不同，肯定会有差异，如果安装错了，那就要拆下来重新装，白白浪费时间。有些士兵还不懂英文，就要通过沙西的营长，所以进度比较慢。我们正在着急，就听见对讲机里边秘书在叫我们。我们回去办公室一看，就看到了乔杜里。乔杜里的个子差不多1.8米，在巴基斯坦算是大高个了，人也帅气，也非常有礼貌。在西安上的学，跟纳西姆差不多不过他是西北大学毕业的，自动化专业硕士。乔杜里曾经在克什米尔驻场，后来又在巴基斯坦中部地区，这次是特地被苏拉瓦底将军派调过来的，做我的徒弟，和其他的人员进行沟通。乔杜里比我还大1岁，叫他徒弟我真还有些不好意思呢。由于他毕业的时间也很久了，所以我们刚刚接触的时候他的中文说的还比较结结巴巴，因为语言这个东西就这样，你是长时间不用了，就说不溜了。后来我和小王通过各种办法强化汉语的语境，慢慢的乔杜里终于又可以用流利的中文和我们沟通了。我觉得我们的方法还不错，就是讲笑话，从网上下载一些笑话说给乔杜里听，他也很感兴趣。但是最让他感兴趣的，居然是小王想的办法。虽然也是讲段子，但是小王讲的是荤段子。你看，荤段子最容易让人记得住，也学得最快。乔杜里绝对是高富帅的代表，他家里家资颇丰，家族里面有很大的生意，自己又是高材生，在军队里面担任技术要职。巴基斯坦经常会政变，然后就有民选政府变成军政府，因此有钱人家都会在家族里面挑几个子弟进入军队，一方面保家卫国，一方面也提升自己家族的地位多方面下注，跟我们古代门阀一样的。乔杜里虽然跟我年纪差不多，但却已经有了2个老婆了，这让单身的我更加觉得惭愧。在巴基斯坦，男人可以娶2个老婆，2个老婆的地位是一样的，但前提是娶第2个老婆的时候，第1个老婆必须同意才行，而且2个老婆的继承权和所生育的子女的地位都是平等的。因此在巴基斯坦，很多大老婆是不同意找第2个老婆的。乔杜里的家族在当地很有名望，这可能是他有2个老婆的原因吧。乔杜里的家在巴基斯坦南部的海德拉巴，是一个有着1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在印度河边，距离卡拉奇大概180公里，距离瓜达尔港差不多800公里。来到瓜达尔的时候，乔杜里并没有带着2位老婆一起过来，而是跟我们一样，独自住在南泥湾。乔杜里年轻英俊，又非常严肃认真，官兵们都非常尊敬他。但是跟小王在一起，他就原形毕露了，本性暴露了，是吧？在外边就是人模狗样的。小王说过一句名言：男人不流氓，纯属心理不正常。这个被乔杜里背了下来，又成为了他的座右铭。我立刻又想起来大徒弟的李卫，
当初在中国留学的时候，他就是这么给中国人带坏了。虽然乔杜里和纳西姆都是在西安上的学，但是乔杜里的普通话要比纳西姆好很多。乔杜里说的普通话很纯正，没有西北人的口音。而且我也教了一些东北话给他，他学得很快，比很多南方人都强多了。本期讲完了，喜欢的老铁点赞、留言、订阅、转发，谢谢大家。